漏水没有理它的 ceiling 会突然间掉下来。如果我做好防水那一块可以把那个 building 的寿命给延长 defect 少，自然它的 value 就会高。靠经验做事往往装扮很多咯。现在的 technology 一直的 upgrade， 如果你还不 upgrade 你自己的话，有可能你就会被淘汰。我 always educate customer 的 cheap thing no good， good thing no cheap。 mindset 很重要， mindset 不对，在你面前你都觉得不是一个机会。你对你自己的经验，你这个生意模式是有信心的，你就敢去。 Hello Jay， 哎，你可以简单介绍你自己还有你从事的行业？我是 Jay， 我是来自 Ecoway， 所以我是其中一个 founder。我们是专业的防水装修，防水 waterproofing。 waterproofing。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卖黑胶 mark contractor 的 contractor， so certified， 所以我们所有用的材料，包括的施工 application 都是照着卖黑胶 green 的 solution 来去做的。其实我自己本身在 construction 也6年啦，当时我觉得这个行业里面waterproofing 是最具挑战性的因为手尾很长。这为什么你可以在这个行业这么久啊，17年呢？之前小时候我是住那些 flat 楼，所以3层的 flat 楼很旧的，里面中间的屋子还有个 air venting， 我们讲因为那个地方小嘛，所以那个地方小的话，人们就会开始把它要 maximize，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听讲封了，每一层都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要照做啦。到最顶楼的时候就没有封了，所以往往这个问题就封了之后下雨的时候你就没那个头痛楼上的水就会直接影响到你。我们小时候就会 stand by 那些桶放在那个听讲的那边，因为封了嘛，有一个那个 gap 嘛，所以我们就放在那边，全部放完去，然后等水滴下来因为如果没有放的话，就洒到整个地上都是，会去 overflow 到去客厅。所以小时候这个是一个不好的很 bad 的 experience。 读完书之后就有一个机会了，我们讲遇到这个防水的那个公司，所以从那边我就接触了防水，所以我对防水就更加了解。原来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我们讲回屋子的上面的人也是有教 contractor 来做，但是做来做去做不好。但我看到我爸爸，因为经济的关系啦，爸爸只是用洗面来补然后补又拿那个水筹，然后做 DIY 给那个水跑掉了。当你了解了防水之后原来是可以有办法给它解决的，所以你这个东西就这很好啊。其实我们是要针对 root cause 来去 settle 问题，不是因为去哪里有漏水就是补那个地方，所以很多人就误解了，以为是这个。然后我做了防水的行业之后人家看到只是防水不了，只是有固定了，那我看到东西不是如果我做好这个防水那一块我可以把那个 building 的寿命给延长。寿命延长之后它的 defect 少，它就自然它的 value 就会高嘛。你看没有水的情况下你就不会有那个很滑的地面，然后你的安全性又在那边。有些漏水很糟糕，没有理它的 ceiling 会突然间会掉那个我们讲那个 spoiling concrete 那样的东西会掉下来，所以也是一个危险性所以偶尔讲，我看我对防水是真的是觉得它很有意义。很多人会觉得说漏水不了嘛，我随便找一个外劳来补一下，或者我油漆。对你来讲，怎样才是所谓的一个专业的防水的工程师？就好像刚才我所提的咯，就找那个源头，这很重要。我们讲一个命案，我们就是那个 inspector， 我们就找那个凶手是谁，我们就会那个 crew 那边全部，然后我们找到凶手，然后去捉那个凶手咯。这个就是回去我们的防水东西一样。漏水有很多导致漏水问题，水喉还是防水没有做好还是龟裂很多很多原因的。总之你找到那个点，你去处理掉那个漏水的问题就解决了。很多人就是油漆就是涂那种是我们讲他们是 treat symptoms， 真正的他们没有针对那个root cause 去解。好像我这样子，我是有17年经验所以得算如果我去看的话，我大概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但是你看人的眼我们又没有那个 Superman 的 eye 嘛，对吗？所以怎样去 confirm 那个就是那个 cause 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 depend on device。现在的 device 很先进，就好像打过，比如有研发 thermal scan 然后我们讲有这些endoscope 这些全部东西都可以，其实有辅助到你找那个源头的可能性比较高。最重要就是真正的你要 set 那个漏水你不是讲今天你把它 set 到就可以算成功，真正你要把它 set 到漏水，就是
一次过做完，然后可以耐几年的这个就是真正的成功啊。那么在你的行业也算是建筑嘛，往往很多时候在这行业的老板啦，或者是做生意人，他们都会觉得我 project 借很多，可是我看不到钱。那你觉得这个生意它的 root cause 在哪里？我们曾经也是有面临过这个问题啦。project 越来越多嘛，每个 project 都有自己的 cost 嘛，对吗？还有你的那个 timeline schedule 的 timeline， 如果你没有管理得好，你那个 project 又 delay， 另外一个 project 又 delay 的话，你的 cash 全部就会 stuck 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讲 project 多是在 paper 上面你是看到哇好像很好看这样子哦，但是实际上是 cash flow 真的是在银行的话，你看到诶怎么这样少钱呢？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讲有时候那个 project 没有 on time deliver， 你就会有一个影响。如果你 complete 了之后，有时候 client 也是有些没有讲会 pay master 嘛，对吗？所以就是有很多时候也是会 stuck 在那个地方。所以 project 多也是有钱人的，不代表 project 多是好了。所以当初你的经历就是多 project 未必赚到钱，有什么突破点是让你觉得诶这么多年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要去做的？我就开始做的时候就没有这个经验啦，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有的做有漏水咯，就是没有去 filter 到底这个是真正你的顾客，或者真正你是 specialize 在这个地方的，什么都拿，连最后 project 多，然后其他都就不赚钱。这几年我们累积回来的经验就是告诉我们，你只是要 specialize 做回你要做的东西，其他不关你事的不要点，然后做你觉得是 profitable 最高 profit 的。因为很多我们做 service line， 我们都有从 roofing wall 到 basement， 还有到哪里都阳台厕所都有做，看是哪个 profit 是最高的我们就 focus 那个就不要贪心做那些别的，我们就 filter 掉了。这个行业你怎么找到你公司的定位，就是跟别人不一样，跟其他的防水专家不一样，那怎么去做这个差异化？我们定位就是我们找入 cost， 一次过解决你的问题。我们会找 right 的 material， 会找 right 的 solution， 再加上用的人是全部是自己的 in-house skill worker， 这些都是 certificate 符合着政府规则的东西，我们都有拿。我们有这些专业人士啦，说过我们讲专业人士我本身都是有 SKM level waterproofing 的 level 2跟 level 3，而这些外面一般的是很少他们会注重这种啦。我本身是不断的去拿这些 certificate 的。你 theory 多，你容易学识在里面，人家会信任你的都会比较会高点。我们的那个 service 跟那些价格跟人家一般的都会不一样，我们会只要价格比较偏高，怎么呢？因为首先是讲的 experience 然后我们的 case study proven record，OK， 然后我们的 clientele 是属于那些大公司、上市公司的全部，还有 testimonial 去 support 我们这些东西。我们的产品，我们用的产品全部是 clean， 也是把 market 好的产品，我们自己是做了 R&D 先，然后我们才来去 apply 在 customer 的地方。customer 看到我们用心在那边了，所以他们就有个 trust 那边。我们的顾客很多数都是在 repeat customer， 还有 referral， 就是顾客做得好，然后他就 refer 他们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身边的同事们就会介绍我们。我17年之前的好几年我都没有做任何的 social， 我的 business 是这样子来。现在很多人都是在讲这 ESG 嘛，所以其实刚才 Jane 有提到你的产品也是有卖 hijau 的吗？除了在产品上，你怎么去执行这个 ESG？之前 ESG 来的时候，大家只是讨论这 ESG， 但是跟真正的 ESG 是什么？总之是不要伤害到地球 ，OK， 保护到环境、大环境。真正之后了解过后呢，其实还有包含的 social， 就是 E 我们讲 environment 咯 ，S 就是 social 咯，然后 G 就是 community。social 是包括是哪一个呢？就是你有员工，说我们要待遇我们的员工好应该给的我们就给，比如讲有 OT 我们就给跟着政府的 law 就是government说，我们讲我们的 safety， 我们也是 comply with government 的 law。任何有危险的 working at height， 需要到几个 meter 以上，你就要一个 license certified。几个 worker 在 site 之后，你就要一个 safety coordinator。这些就是我们是 comply， 我们真正的去 follow 了。在更了解 ESG 之后我们就对所有的施工 process
就更加有要求。我们在 construction line 里面industry 里面往往有很多 weightages 的。打个比如了哈，我们做防水的，我们油了之后，因为你这种大马的天气啦，油了过后那 coating 还没有干，需要时间干的嘛，突然间下雨then 你的那个 product 一就给洗掉，二就坏掉，那就是造成 weightages 啊。我们要想一个方法，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拿到那些产品是 fast curing， 很快干的，一油上去30分钟就干了。天气下雨不关事。还有就是之前传统的一般的 membrane type， 那种是一个 rubber form 来的。其实那种如果是太过晒的情况下它会产生一种 VOC， 那个气体对人体其实对环境造成不好的。我们也是没有在用了。现在我们是专注在 green 的 coating 而已，其他东西我们都没有用。所以我们也需要从我们这些开始别人看到我们就会影响到大家，然后大家才可以有一样的那个使命去保护地球。在你看来 ESG 不是我只是拿一个所谓的 green My Hijau marking， 或者我 claim 的我的公司 ESG 我的产品可以卖得更贵，它意义其实更大。是，但是 of course 我们讲是现实啦哈，你有这些所谓的 My Hijau然后你有所谓的那些 green 的产品of course 对你讲政府 tender 的工呢，你的优势是就在那边你是被 priority， 比起那些没有的就会比较吃亏人，因为他也会选一些 sustainable 的 contractor。对，好像刚才你有讲嘛，我 train 了人，然后他们就出来自己开生意做你的 competitor 了嘛，造成很容易给人家开间公司很容易吧嘛，然后他们施工一下子随便我看到是这样子做就这样子做了，但是他们 sustainable 是怎样，就是你做了那个防水那个 system 它可以 last 几久，有些是 last 个月，然后一年公司 turnover 很快，一年有很多间的公司其实是倒闭的，然后他们之后就再重新做多个 B 公司出来，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所以在这个行业这样久customer 对我们信任肯定是有的，所以所以他们才会放心的去 recommend 顾客给我们。很多人讲好像在跟建筑有关的行业都是算大起大落的，如果有 project 的时候就赚很多，没有 project 的时候一个 COVID 来其实也是很伤的。在你的角度，你做了17年了，从创业到守业，你用了什么方式？之前我一个人开始嘛，什么都不会，没有 system， 什么都没有，就是靠自己的经验去管理了。所以就你的做的那个 size project size 跟那个 volume 只是这样子罢了。当你要去到突破去另外一个程序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团队人手来帮你了。还有除了团队，我讲 system还有 management 的东西啦，关于这，所以你就想打个比如就是 ISO 就其中一个是有一个可以系统可以讲 improve 到，然后我们又可以模拟得到，然后它就可以去 system 化去进行这个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一个人我可以看 maybe 5个 site， 但是如果我有50个 site 我是管不了。这些东西你就需要那些团队来去做那些 reporting 然后沟通去 follow up 的东西了。一个新的人进来，他要知道我们公司的 culture employee handbook 这些东西，你要给他们了解，然后再带他们熟悉公司的所有的运作。所以这 SOP 就是 play important 的 role他们就会知道从第一步他们要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然后来到这一步如果卡住的话，他们应该要去哪个方向，所以这个 SOP 就可以帮到你了。我觉得 top management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往往就带人进来，然后我们没有 train他来这边他就觉得学不了东西，他们也是会 survive 不久，但他们也是会离开所以 top management 一定要去 educate 他们，带他们，等他们真的是上手了，我们才可以放手，然后就去 let superior 的人去 lead 他们了。所以不是只有 SOP， 也要灌输他们正确的文化。对对对，然后你教会他们其实你也是很轻松。我们讲 SOP、ISO 这样子，一次性做完之后，你就 autopilot 了。其实也不是那一张纸，而是真正的那个系统对你是非常重要。对对对对。其实在你的行业，坦白讲，我也是了解，很多时候可能是很多时候在site很忙，那老板不想管，然后的 SME 就讲，哎呦，我弄一个 CIDB license 嘛，我就给一些 copy 咯，我就搞定了嘛，对不对？我 renew 我的 MOF， 我 ISO 也是可以买的嘛。可是我相信 Jay 你本身是由你的团队自己去 handle 所有的东西，就是一步一脚印了。
你怎么看？因为我觉得很讽刺的，现在很多人都讲 ESG，but 他们讲 OK，我做了很多 environmental friendly 的东西，but governance 那边就是他没有 comply。你给人家对 copy 哪一个 license 是不是一个违背 bribery 啦？对我来讲，所以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因为马来西亚考虑就是这快个用钱解决。对对对，用钱解决嘛。但是如果我们跑的全部都是正当的，全部都有 documentation 的，诶，周末我们自己不要做呢？周末要去给钱去处理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呢？对没有？买 set 啊，然后去快的东西啊，全部就是 shortcut。但是我还是认为，真正的你要去 go through 那个 process，你才了解，不然的话你是不明白，这个很重要。就好像我们讲 ISO 这样子，买 set 跟真正的落地是很大的分别，很大的差别。你就看到原来里面的细节有这样多，然后这样 detail 的，可以去真的是 monitor 我每一个 step， 我还知道哪一个地方我们需要 fine tune， 哪个地方出错，所以从那边我们再来去更改啊，由 version 1到 version 2到 version 3这样子。但是很多人哦，就是可能的，诶，太多 paperwork 了。但是为什么你还是坚持去拿到一个 certificate？当你公司的 skill 大了之后，你无法去执行这些东西，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一个系统 ，OK， 一个我们讲 SOP，that's why ISO 就出进来了。我对 ISO 不了解，一般的人都认为 ISO 肯定是很多 paperwork， 的确 paperwork 是有，但是没有讲到这样复杂。你有 ISO 打个比如，我们做我们这个行业我们之前没有 ISO 我们没有 checklist 说你做了什么看没有一个不到的 proper 的 documentation，没对对有记录。对对对，然后偶尔的时候就是有漏洞，就是我们做只是 finishing 然后下面那几层有没有做得好不好啊？说如果你有这个 checklist 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到 step by step 你有没有做，有的滴滴滴，最后的时候就 final check finishing 怎样 quality OK sign by 谁 check by 谁，然后 approve by 谁，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你会看到很安心。就是你看到这个东西是已经完成 in proper way，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 minimize 那个我们讲 recurring 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一次性可以帮你解决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帮你去带到你去那个 goal 了，我们讲。所以除了这个东西，就好像 ISO 也是有 SOP 什么东西嘛，对，你卡在另外一个 challenge 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去 report to 谁，去问谁，然后去做什么，就是一个你什么东西，你就看在那个纸 SOP 写得很清楚，你要去 follow 去 step 3，要回去 step 4这样子的东西就是一个很自然、很自然的东西。是有哪一个情况下让你 feel 到哇，真的系统帮到我很多before 有系统的时候，我们做 record 呢，是用脑袋很多方式，OK， 脑袋有啦，然后有通过那些 WhatsApp 啦，通过电话 gadget 啦，然后有纸张啦，macam你想到的东西啦哈。然后有了系统之后，全部就 standardize 了你是要 follow 这些 form checklist 所有东西。我打个比如，最好的我们用在 postmortem 的 section，就是每一个项目我们完成，我们都有这个 section。我们会探讨到底这个项目我们哪里做的不好，有哪个地方我们做得好，做得好的地方做什么动作做得好就继续做，可不可以再优化它，我们再继续优化它。做得不好的地方错在哪里 mistake 哪里，改次就不能再重复，然后在这个地方做的调整。所以这一个就帮助我们每做一个工程的时候，第二个工程我们会做得更好，一个比一个好。这个是其中一个咯，然后第二就是我们讲到 cost management， 这个 costing 到底最高的 costing 放在哪里？打个比如transportation， 周末 transportation 这样高，我们就会看回之前的 record，OK， 然后我们就看到有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这样子？然后就会有 record， 我们再调整，就会回去源头那边，然后我们就知道原来是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做调整，改次我们可以换成别的 transportation 来打个比如罢了。所以从那边的话，我们有很多 data 很多数据，然后从这些 data 数据就会把我们变得更加的好，然后更加的 cost saving 这个我觉得是系统可以给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saving performance 这些东西全部这个是系统给到我们的，帮助到我们的东西是。
所以基本上对你来讲，在 construction line 是不能靠经验去做事的。这个靠经验做事的事，你就往往装扮很多咯。我是可以讲因为现在的 technology 一直的 upgrade， 如果你还不 upgrade 你自己的话，你就是有可能你就会被淘汰的下一个。现在我们的政府在2027啦，它已经是规定所有我们的 construction line 它其实开始进行这个反贪污的这个系统。你觉得在 construction 在执行这个 anti-bribery 的时候挑战是在哪里？不要讲 construction line 啦，我们讲哪一个行业都有，这个是我觉得100%是没有可能避免不了的。但是从我们开始先，这一个就可以讲没有100%，但是我们要的是多过少嘛，对吗？我们做好我们自己，自然人家就会 respect 你。So J 对你来讲，你知道你的行业也是很多东西都是在 fight 价钱啊，你会自己本身也是会走价格战略吗？这个对，因为价格战我们讲是红海，如果是一直打价格战的话，我们就会掉去红海了。说看回去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帮这个 building 把它去维修，然后给它更长的那个寿命，这是我们的初心嘛。如果是因为价格战，然后我 compromise 我们的 material， 或者我 compromise 我们的 shortcut 我们的这个 labor 来讲其实我做不了这个方向，如果我做到了，我一定会骗你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讲我们会避免价格战，我们还是会 stand firm with 我们的价格，我们是以 quality 为主了，找对的顾客。你是担心会影响到公司的名声？对 reputation 是不是你一天就出来，是你要有累积很多年，我们讲才有这个 reputation。 quality control 那边一定要很紧，不能放松。所以基本上即使有别的国家的 material 比较便宜进来到马来西亚，你们也不用担心。所以对你来讲质量还是很重要，就是在 service wise， 在产品 wise。 对，一般太便宜的产品我们对它都有保留了。通常我们看的都是他们有没有认证，什么样的认证，然后那个认证是否 valid， 这个东西是很把关的一个了。现在也是很多人担心很多中国的发展商进来，建筑商他们很多时候因为中国便宜嘛，人工也是比较便宜，所以他们都会用回自己国家的材料，所以其实它对于你们的行业有造成威胁吗？我们讲材料先吧，我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材料当然每个材料都有好跟不好啦。好的材料如果你没有好的 skill， 最后你也是做不了什么的。我还是认为 management 跟你的 knowledge 跟你的这些 SOP， 如果你有做到点的话，其实是什么材料都不是问这个问题。关于你讲这中国的那种发展商，他们的 main coin 过来，对，材料对又便宜，说讲真的会有对我们的 construction line 会有影响，因为很多现在的大工都是给他们拿去了，所以要怎样去 sustain 这个东西，我们讲 marathon 总之你在这个 market 你 sustain 到够久够长，你就还是有立足的，还是可以有，我们讲还不会等着挨饿或者倒闭还是怎样呢？因为我们做到位，然后你是有这些 solution 的话，然后你又不可以解决人家的问题的话，那个不是问题一样的东西我 always educate customer 的，就是 cheap thing no good， good thing no cheap， 这个都是我要带出来的东西打个比方，我们讲这美容产品这样子，一个美容产品 A 跟一个美容产品 B， 两个的卖价都不一样，怎么会 B 的产品会这样贵呢？因为它有很多认证 OK， 然后还有做很多 R&D， 然后这些认证的 R&D 就是对我们的 end user 来讲，我们会用得很放心所以周末往往如果你要贪便宜的话，你又 go for A 的话，后果自负咯，我只是可以这样子讲咯 OK， 如果你用 B 的话，它有 insurance cover 所谓东西，所以什么东西他们公司会保障你，你是经营的 end user 来讲，我相信你都会知道你要选哪一个产品对，因为现在人都很聪明，都会去比较。对，我们讲食品就好了，食品吃进我们身体的，如果那个东西没有见证的话，你敢吃吗？你敢喝吗？我不敢其实也想问你很多人都会觉得在建筑行业都请不到人这个问题，他们都觉得说我都是必须要请外劳，而且又不长久，你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
这个真的是，如果我们讲请本地人在 construction 施工是非常有挑战的。一般的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比较幸福了，我们可以讲这样子啊，他们是做比较轻松的工了，我可以这样讲，因为很多时常我去打 Grab 的时候我就会看到，通常一般上都是年轻人，所以我就会很好奇的，我就问他们，诶 before 你从事 Grab 吗？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啊？很多的answer就是没有啊，我就读完的时候就是换了几份工，觉得不啱，时间我要自由的，他们就来从事 Grab 到现在那我就问他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多少？蛮不错啦，如果你肯做的话。但是他们的牺牲就是他们时间很长，晚上都要做工，有些甚至乎是要去到很远的地方，就是他们要跑 KLA 啊接送那样子啊，所以才可以 meet 到。现在我们讲在国外很多已经是无人驾驶了，我每次都会跟他们讲的就是诶，你这个行业不能永久，好像你这样年轻的人应该要有一种 skill 的，不然的话就改次真的是有 AI 代替了你之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你们的那个很 tough 的那个 time 了。我自己有个理念就是讲，我是这个 HRDF 的 trainer，我就是会把我们的那些知识，我们就会 train 去给这些 young generation，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 skill， 然后之后他们会出来找吃就比较容易。这个是一直在我的理念里面的我要进行的，所以现在我们已经进行着，是慢慢从一个小 group 变得大 group， 是这样子所以你刚才讲的是在 construction line 的确是外劳，外劳的话他们愿意做，但是其实他们也是蛮辛苦的。他们你看离乡来到这么远做几年，他们才可以回去看他们家人一下。我们不能对待外劳是有别的对待，不能，我们也是要一视同仁的。有什么要跟着弱的，我们就跟弱。当然你不能讲有些外劳因为你要贪便宜，你就去拿那种不合法的劳那种没有纸没有 permit 那种那种的话就不能就不好，这么不好对他不好，对公司也不好，对客人也不好。有什么事意外发生在工地其实会很大问题的，我是很不鼓励的。说你要拿你就拿真正的有 permit 的。我就打个比如，我们的公司跟我的外劳最长的是15年，怎么还可以去到这样长呢？我们的公司的 salary pay 往往是在月尾我们就 pay， 我们很定期 pay， 我们没有 delay 过。他们用的是劳力来换取他们的金钱，而我们身为 top management 就不应该拖他们的薪水，他们的这些钱他们不是要自己用，他们要送回去家，然后他们是等着开饭。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每个人都要去 practice 这个东西在一个公司并不是那个请不到人或者留不住人或者外劳的问题，而是看那个公司如何去对待那个员对，工。我很庆幸我很多工人都是 refer 来的，就是工人介绍，我们讲的 referral program， 但是 referral program 要给钱的嘛，对不对？我们是没有的他们是愿意介绍他们的人过来加入我们的团队。你们的行业其实有越来越年轻化嘛？我们的 average 的年龄是大概是20多30，我们最小的员工是大概毕业过后他们就过来。这样对你来讲 waterproofing 在未来5年会是怎样的一个趋势？因为都是讲这ESG的东西所以未来5年肯定是要 clean 然后不会用到大自然，会制造有那些伤害啦。然后 material 可以的话，就是我相信一定会有一天会去 recycle， 它还可以用二用的方式，就想打个比如 waterproofing 嘛，你想到 waterproofing 就是防水，但是可不可以 2 in 1呢？可以防热可以的刚才讲到可不可以又防声音呢？噪音呢？也是可以的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它是 combine system 而不是一个新的 system 是一个 product 更多 features。对，然后它是真的是未来的趋势了，我觉得是这种是我们可以期待着的。其实现在的很多我们讲创业的人都会觉得说，哇，现在创业很难啦，做生意很难啦，政府 cut subsidy 这边没有，这个福利没有，所以你有什么 advice 可以对于现在很多在创业的年轻人？创业是本来都难，然后守业更难。
我们这样子讲啊，总之你的信念，你对你自己的这个信念，你这个生意模式是有信心的，你就敢去。mindset 是很重要，如果你的 mindset 不对，我跟你讲，什么东西在你面前机会哦，你都觉得不是一个机会。所以要正面的 mindset。是正面的 mindset 很重要。然后就是讲，其实政府都很帮助我们 SME 啦。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哦，政府都出了很多这些 loan 啊，很低 interest 的 loan 啊，然后还有很多那些政府的机构，其实他们都有每年都有一个 budget 来去给我们的 SME 去拿这个 loan， 很低利息的，只是我们要去找到对的这些机构咯，然后你就可以 apply， 然后你就可以做whatever你要做的 marketing， 在你的 R&D 或者在你的 processing 方面你是做，这个其实这对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强心针啊。你有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不难，我们看到都是有一个希望，而不是看到很灰的。而不是把焦点一直在于我需要怎样，可是没有帮助，然后我在 marketing， 但是其实要去探讨这一些政府的资助，对对对，很多 SME 老板不知道的。对对对，我还是那句，理念很重要。总之你做对的事，你只是 timing 对的话，timing 来的时候你就我们就是讲，好像打个比如，在现在暴风雨的时候，你的渔夫是不能去出海捕鱼的，所以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就是要去修网啊、补船啊，等到雨风浪平静的时候，他们才去。你要 equip 你自己了，在这段时间，当没有工的时候啊，我们是在 in-house 做 training， 让那些不是很 skill worker 的人，就是给他一直做 training。等他们 training well train 之后，他们去到 site， 他们就自然他们做到quality工。这个就是我们要 prepare 我们自己先。